所以那些天天故弄玄虚的宣扬美股 AI 泡沫破了会砸到我们，日元贬值会引发全球流动性的风险，欧盟又要倒逼人民币升值重创我们的外贸等等啊，我看这些言论主要的一个感受是羡慕。一个人怎么能够做到这么毫无保留的给别人尽孝，还能如此的开心呢？一点逻辑不讲，但是口口声声的要给你讲逻辑，满脑子都是贵族精神的膜拜冲动啊，张嘴闭嘴的就跟你说理性判断。其实他们分析来分析去，就是不愿意承认一个最根本的事实，过去那套金融教条之所以有用，是因为财富可以源源不断的由中国制造向西方流动，而一旦西方这个抽水机停了，那套理论大厦连个承重墙它都不剩了。说句扎心的话，没有中国制造的底层支撑，美国的 AI 故事就是一个随时会破的肥皂泡。全球的算力基础设施、散热系统，哪一个离得开我们的供应链？日本的危机根本不是汇率危机，那是产业竞争力彻底衰败的绝症。至于说欧盟倒逼我们升值就更可笑了，现在不卖空调给他分分钟都得民生崩溃。不是我求着他买，是他除了我没有别处能买。拿50年前的旧地图找今天的新大陆，活该你天天焦虑。其实全球的金融规律在当下已经陷入到了跟此前50年完全背离的失效的状态，只有一个原因，财富实体不再由中国制造流向西方，而是源源不断的被加速制造，而且留在了我国。过去半个世纪，西方主导的这套体系本质上它就是个金融抽水机，我们负责出卖劳动制造东西，他们负责印票子发资产，通过货币霸权把我们的劳动成果抽走。在这个旧秩序里，所谓的股债跷跷板、汇率联动，全都是为了这台抽水机能平稳运行而量身定制的规矩，并不是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。现在这套机制彻底宕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们不干了，不仅不干低端了，还顺着产业链把高端也包圆了。咱们的制造业增加值占了全球接近30%，从造船到新能源，从机器人到半导体封装，资源不再单向流向西方，西方的这个池子漏了，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搞垄断、搞制裁、搞小院高墙，想方设法的加固这个池子，想把财富锁在池子里面，结果发现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，池子里的鱼已经都游到我们这儿来了，他们只剩水了。所以你看到的跟流动性相关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，不管是股债还是商品价格。50年前我们看西方觉得什么都高级，对吧？彩电、冰箱、小汽车，连人家超市里的罐头那都觉得是很遥不可及的工业奇迹。50年后的今天呢，攻守之势异也，中国成了全球商品最充裕、物价最稳定的地方。咱们老百姓享受着极其丰富多样的食品供给，用着数之不尽的各种高级小家电，电力稳定，物流发达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我们讨论的其实根本不是口号上的东升西落，我们讨论的是实打实的资源流动方向的逆转。反观欧美，超市货架空缺成了常态，基础生活用品的价格涨得离谱，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破败不堪。当制造业的根深深扎在我们这片土地上，财富自然就会在我们这里沉淀。这背后是硬核产业的底气，而不是单纯的货币放水。所以现在焦虑派嘴里的危机前兆啊，理论异常，归根结底就一个原因：中国存在且中国强大。如果不存在我们这个变量，曾经的一切教条啊都还能发挥效果，而现实和历史都不存在如果。各位现在看见的全世界上的所有的乐子，美国的混乱，欧洲的匮乏，日本的极端，都是因为我们压在跷跷板的另一端，咱家的财富增加速度变快了，不被系统性的抽出到发达经济体了，我们不再当牛做马了，杨大人就遭罪了。结果呢，有些买办呢就见不得自家的大人受苦啊，天天跳着喊着杨大人不好过，你们也要被波及。这个世界是物质的，在物质世界里，一个时间节点上的蛋糕它是有限的，我吃的多了，他们必然就少了。他们的货币只是装蛋糕的盘子，蛋糕咱都有了，咱缺盘子吗？所以有些论调说啊，美日欧的问题最后会变成危机，最后变成我们的问题，仿佛在跟你说理论说逻辑，其实他在说的是快把老爷再供养起来，我们赶紧去当牛做马，投降输一半的 2.0 版本罢了。而现实是金融业所依赖的货币，因为实物主权的缺失，货币上承载的资源已经大大减少了。现在金融不唱主角了，资源都在我们这儿了。
因此，原有的建立在西方货币可以控制全球资源上的这个秩序、规则、原理，现在都在面临着失效。这里呀，我想给焦虑派吟诗一首啊，为袍子爬出的洞，我帮你堵上了，让人自由的门敞开着，站起来吧，焦虑派们。